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沙罗曼蛇重置版。这个重置版本的作者是凯凯 LKK， 投稿的小伙伴是 XN。重置版本一共由14关组成，分别是6个主线关卡，还有8个自由关卡。6个主线关卡之前我录制过，8个自由关卡的上半部分，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录制了。今天录制最后的4个自由关卡。为什么叫自由关卡呢？因为你可以任意的安排这些关卡的顺序。这个重置版上期录制完之后，有小伙伴问我在哪里下载，大家到凯凯 LKK 的主页就可以下载到。这个自由关卡叫做冰块关，这关的难度应该是整个游戏当中最高的，流程上也是最长的，因为本关后半部分几乎就是一个 boss rush， 你需要打大量的 boss， 这些 boss 呢看起来都似曾相识，有很强烈的沙罗曼蛇或者是宇宙巡航机游戏的特色，但是呢又不完全相同，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加强。这个版面很特别呀，这些冰块有一定的跟踪效果。另外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呀，凯凯 LKK 的独立飞行射击游戏《加纳战刃》在 Steam 上已经有页面了，8月份就要正式发售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游戏的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那尤其是咱们这波80、90后，经历了红白机、世嘉、超任、街机这代玩家，玩加纳战刃的话应该尤其有亲切感。这个地方就开始 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中间的位置有一点像大核心号，另外它也有沙罗曼蛇第2关 BOSS 4臂战舰的一些元素，只不过这里它是2个手臂，这2个手臂还发射非常讨厌的子弹。2种攻击方式都不是指向性的，弱点就是中间，把他的2个手把住，然后向中间射就可以了。但是要注意，不能违背 BOSS 的意愿啊。而且你要注意辨别，因为有的时候 BOSS 说不要，他就是要啊。这里采用的主武器是梅花弹，前后射击的。这个子弹我个人是不大喜欢的，但你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泛用性很强。一起来了3个大核心号。我录制的时候应该使用的是激光，这里的难度真是不低呀。看起来是先打几个单发，然后来一轮传射。
只要打出一个缺口，这个 BOSS 就好处理了。现在看起来最上面那个大核心号应该是坚持不住了，中间的次之。这个武器的威力真的是比激光差很多呀。BOSS 战这里的 BGM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呀。打出了缺口，打出缺口之后就可以利用僚级的体位来搞事情了。有点欺负人了呀。这关武器道具给的是真多。我刚才还聊到这个 BOSS， 这里它就出现了，来自于沙洛曼蛇初代的第2关。攻击方式丰富了呀。最好是速战速决。中间多了一种大子弹的攻击方式，另外触手也能够甩出子弹了，这个货的难度增加了好多呀。耐久好像也高了不少，刚才这几波的打击还是有效的，但是对面坚持了好久，同样也是等他中间露出破绽，全力的往中间射就可以了。沙罗曼蛇的最后一关 BOSS， 这个家伙竟然也会发射子弹了，而且是2种。弹幕好密啊！还有 BOSS， 这个 BOSS 如果玩过沙罗曼蛇初代的话，也应该比较熟悉。但是这里它不太一样了，主要是版面从原来的竖版变成了横版。原版是一个纵版关卡的 BOSS， 这里横过来。这关终于是打完了呀，有点过于刺激了。第2个演示的最后关卡是植物关，有很多的植物元素。敌人刷新之前，你可以看见他从背景的远景飞过来，这个细节真的好评啊！其实这里让我想起了激战系列。我最开始玩的激战就是红白机的2代，现在这个系列也玩了30年以上了吧。每一代的战斗画面进化的都不是很大，但是这么多年下来，也确实是脱胎换骨了。其实我对激战的战斗画面还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，就像刚才一样，画面应该多在远景上下一点功夫。这样的好处是能够渲染战场的氛围，否则的话就是2个机体，你给我一拳，我给你一枪的。那在背景上加入更多的元素之后，尤其是附近的刚才的机体发生的战斗，哪怕你缩小了重放一下，也能够让玩家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战场。当然了，咱们这些玩家呀，人微言轻啊，这些想法和建议不知道能否实现，
那甚至很多很期待的游戏系列已经没了。甚至有更可气的，这个系列还在，只不过呢，它不干正事儿了，出点什么手游的版本，或者是和其他的游戏搞一点联动，又或者是炒一个冷饭，出一个所谓的高清版，就是不出续作。本关的 BOSS。这个家伙让我想起了《兽王记》的第2关 BOSS， 那关 BOSS 是使用飞龙来打。第3个自由关卡，这个自由关卡是异形关，但是前半段由于是一个俯视的视角，让人想起了沙罗曼蛇的最后一关。我记得沙罗曼蛇的最后一关地面上还会向上有对空的炮火，以及有很多像是魂斗罗一样的子弹。这里开始出现了异形的元素。本关应该也不止一个 BOSS， 难度比较高。这里不只是异形的元素啊，刚才在墙壁上爬行的那个小怪让我想起了魂斗罗，尤其是魂斗罗2代第7关BOSS 之前那一段。不过魂斗罗的那个怪是在那儿不动的，这里呢他满墙跑，发射的是子弹。魂斗罗里边这个怪扔出来的像是爆脸虫，也能够看到传统的沙罗曼蛇的敌方单位。一个好的重置版就是既能够让老玩家有熟悉的感觉，又加入了很多新鲜的元素。这个手好像是全身都是弱点，因为沙罗曼蛇里边它是有一个弱点关节的，其他的部分无敌。我记得玩空中魂斗罗的时候，第2关有机械的这种怪的版本，而且那个怪打完了之后还会进行发散，身上的部件还会冲出来撞你。这个通道好窄啊！让我想起了《桃花源记》啊，进来之后就豁然开朗了。幸亏这个地方有僚机，不然侧面的攻击没办法处理。身上的保险罩不知道还有多少耐久。最好是再积攒一个。等这个被打没了，马上就再套上。这样操作游戏的刺激性会有所下降，但胜在安全。这就是本关的 BOSS。我感觉这款游戏里边好多怪都是和眼睛有关的。
关卡还没结束。这两个怪一个蓝一个红啊，攻击的方式还略有区别。一般遇到这种情况，最好都是先打一个。红的挂了，两个家伙的耐久都不高啊。这里就是最后一个自由关卡了。这里是摩艾军关，摩艾军也算是科乐美的吉祥物了。大家当年玩的红白机版本的科乐美世界里边就有这个趋势，而且在很多科乐美的游戏里边，摩艾军都是作为隐藏的加分道具出现的。这个地方的版面其实比大家看见的要宽很多，上下也都是有卷轴和地方单位的。演示的这4个自由关卡里边，摩艾军这关应该是难度最低的。中间这个家伙竟然能不止其他的摩艾军的脸。这都是什么神奇单位啊！武器比较充足的情况下，还是沿着一个水平卷轴移动比较好。因为你不清楚其他的版面，敌方的单位在干什么，贸然的贴上去会有风险。另外就是速度，本作的加速是7档还是9档，反正是很多。我个人能够适应的也就是3档左右，再高的话感觉控制不住。2档、3档的时候，可以非常精准地掌握自己机体的位置。过高的话就不成了。这里是摩艾军的柱子，这个单位有意思啊，不断的旋转。打开一个缺口就好。但是如果是激光的话，我感觉能清得更多一点，因为它在你身后也发射子弹。这柱子看来不只是4节啊，有更多。开始 BOSS 战的部分了 ，BOSS 也不只有一个。我记得极上沙罗曼蛇里边就有一个摩艾军相关的 BOSS。这个 BOSS 的灵感恐怕是来自于沙罗曼蛇的那个法老。这里算是最终 BOSS 战吧。攻击方式实在是太奇葩了，就是限定你的移动方位。这里利用了僚局的错位，其实我感觉最好是都收到一起，集中的对 BOSS 进行打击，输出会更有效率一点。
应该是差不多了。打完这关呢，这个沙罗曼蛇的重置版所有的关卡就都给大家演示完成了，能够看出来游戏的素质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沙罗曼蛇重置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凯凯 LKK 的制作，也感谢 XN 的投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